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叫做 NAD Plus 或者呢很多人补了 NMN 是吧？但是发现呢，效果不是那么明显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你是不是缺 NAD 还是你只不过启动不起来还是你的身体不能启动起来，产生更多的 NAD。那首先我们要讲一讲了 NAD 到底是什么要不要补？这个 NAD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辅酶有点像点火器它参与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细胞和机体的修复缓解衰老的过程甚至启动我们的长寿基因它有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讲过，我们身体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确定我们会生老病死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氧化的压力就是这一股力量。另一股力量呢，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个修复再生的功能它跟一些长寿的基因有关，所以呢，它保证我们不要过早的衰亡就是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查体内的这个 NAD Plus 这个水平大幅度下降到中年以后呢，几乎减少一半。这个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端粒很类似端粒在出生以后，人的端粒就减了一半，随着年龄增长，端粒越来越少那么 NAD Plus 也是一样这个水平随着年龄增长大幅度的减少。那这到底是我们衰老的原因呢，还是衰老的结果我们以后探讨。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用这个 NMN 或者 NR 这类的补充品。那么这类补充品呢，会在机体里面提高我们 NAD 的水平。那是不是补了就够了呢？为什么有些人补了以后没什么感觉呢？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你到底是缺原料呢，还是缺制造能力，对不对？如果缺原料，给你补了原料，那你就应该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制造能力差的话，我们补可能都有一点补不过来，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人体是怎么样来造这个 NAD Plus 的呢？它的途径有3个一个呢是通过氨基酸、色氨酸一个通过维生素 B3 的转化一个呢是要通过一个重要的酶叫 NAMPT， 然后呢把这个 NMN 变成 NAD Plus。 它关键的是这个烟硫胺酶这条通路呢会被年龄、压力、熬夜、发炎等等把它关闭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造成了我们中医讲的气血也不畅了，元气也不够了制造力下降。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补的再多吸收不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身体的这个 NAD Plus 的制造工厂呢？也就是说不仅我们可以通过补充，更可以呢通过激发身体里面自然的产生 NAD 的力量。这里面要给大家介绍5个适用的方法这最后一个呢，也许你不太容易想到。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间歇性的进食。空腹一段时间以后机体就会启动这些修复清理解毒的机制。同时呢，这个 NAD Plus 的合成酶的活性会上涨，所以呢就会合成更多的 NAD。另外一个呢，就是快走或者是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种运动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的小电池粒线体和这个NAD Plus 的上升另外呢，就是深度睡眠和保持好昼夜的节律这个 NAD Plus 和我们睡眠的品质息息相关。睡得越好， NAD Plus 产生的越多。如果你熬夜的话，就会阻断我们说的这些长寿基因SIRT1、NMPT的活性。
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熬夜呢是一个习惯或者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呢，它直接损害到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衰老变得很快所以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红外线的桑拿和冷热交替的冲澡这些呢都可以刺激细胞，启动细胞的修复反应，促进它的代谢这就是大家问为什么红外线桑拿有效或者有人洗冷水澡、热水澡交替的洗它有健康方面的作用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呢，要补充一些植物性的活性的物质像白藜芦醇因为大家说这喝红葡萄酒好吗？就是因为里面有白藜芦醇其实呢，你不用喝酒，酒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可以红葡萄里面就是有白藜芦醇还有就是虎皮素还有 PQQ 这些呢都是植物里面的一些活性的东西，你补充它呢，它刺激这个身体的产生 NAD+ 的能力这样的话呢，你不是一个简单的补充。有的时候身体你外在补多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就变得缓慢变得迟钝甚至变得报废了，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你多了我就少生产一点你少了我就多生产一点，所以呢，你不要把它该干的活都干了，那么它自己呢就用进废退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无论补充什么营养素、激素，你都是补的你缺的那部分不缺的你千万不要过度的补充，过度的补充就会把你身体本身的产生这些激素的功能产出这些重要的酶的功能给减弱了我们有个病例55岁工程师长期的疲倦劳务，然后呢补充了 NMN 1年以后呢，他觉得虽然有些改善，但是不明显体检才发现呢，他睡眠不规律，压力也很大，也不运动，吃东西呢常常叫外卖，所以呢这里面的食物这炎性的指标非常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光吃补品是不行的必须要调整作息的时间和进食的节律，每周要增加运动至少3次快走，1次红外线的桑拿，再加上白藜芦醇和褪黑激素的支持3个月以后呢，他虽然还在服同样剂量的 NMN， 但是精力记忆力血压都有改善所以呢，这个化学加能量加生活形态的这个干预是我们抗衰老最好的疗法在我们这个4维健康的模型当中呢， NAD+ 是属于化学维度的但它的调节呢跟我们的运动、体态、呼吸、睡眠、情绪、节奏都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呢，这个抗老化不是靠一罐 NMN 或者是输一瓶子 NAD+ 而是呢我们在各个层面呢都要启动一个健康的抗衰老的机制。在我们的会员影片中我们跟大家会分享哪些人适合补 NMN， 哪些人呢反而会补错。另外呢，白藜芦醇该怎么吃才有效怎么样建立一个抗衰老的生活节奏。熟悉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养生的小知识健康的方法，陪大家一起呢过得更好更健康。其实呢，健康本身并不难，大家花一点点时间仔细倾听身体的信号，生活中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准时在这里陪大家说一些健康方面的事情。在这里呢，也更希望您把节目呢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健康。分享呢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情，但是呢也是对我们大家健康都很重要的事情。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